今天我们来讲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第10集小霸王孙策。上一集是李郭交兵啊，最后结局呢是自相残杀，两个人都被杀了。这一集我们花开两支啊，我们表另外一支东吴那边的事情。孙坚死了以后呢，孙策就是孙坚的儿子，引军退回江南，想起自己又没有什么兵，又没有什么将，就把家属呢都搬到曲阿啊。他的舅父曲阿太守吴景赵应，自己带着自己的部队去投奔袁术去了。那个时候袁术还算是一个英雄，一方豪杰。然后袁术呢看他还挺厉害，就在他手底下这个孙策呢就在他手底下做了一个小官打了几场胜仗。突然有一天呢，有小兵来报告孙策说，扬州刺史刘繇占据了曲阿，把他那个舅舅吴景给赶跑了。孙策一想到他们一家那些家眷都还在曲阿，就有点心慌意乱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晚上呢睡不着觉，走来走去，想到他父亲很英雄，自己很无能，就走出营去了，叹了一口气。结果有人呵呵大笑，一看原来是父亲的以前的这个部下朱志，现在也在袁术手下。他们就一块聊聊天了，然后朱志就派他劝他这个向袁术借兵，就是去攻打曲阿，实际上是想另图大业呀。正在这商量的时候呢，袁术的谋士吕范突然闯进来，对着孙策说：“你们的打听我听到了，我手下有100名精兵，愿意借给你啊。”还蛮好的，孙策人缘蛮好啊。孙策一听很高兴啊，吕范就害怕这个袁术呢不肯借兵，孙策就说：“我有好主意啊。”那时候孙坚无意之中得到的玉玺可以交给他做抵押。那个时候这个玉玺是传国玉玺大家各个诸侯都想拿到它，然后作为正统，以后想当皇帝第二天袁策就来见袁术了，就说就把他刚才那事情说了一下，我的家属都在那里我要借兵，然后渡江救难。袁术呢开始肯定是不想答应了，然后呢这个时候孙策就把他那个玉玺拿来了，说这个东西作为抵押平定了刘繇以后呢，我可以把这个换回来。这下子袁术高兴坏了，一看果然是传国玉玺，心里头很高兴那就暂时保管在这里吧，我借兵给你了，同意借兵了。袁术就收了玉玺，借给他3000兵士500匹战马。孙策心里头很高兴这也是他们江东霸业的开始。然后孙策就领了这几员大将还有一些谋士程普、黄盖、韩当，这都是日后东吴的大将一起往这个曲阿进发了。到了溧阳以后，突然对面又来了一队军马，不知道是哪里的。正在瞭望呢，突然这个看到带头的一个少年将军跟他行礼了，哇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跟孙策认识老朋友了。原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什么周瑜，周公瑾然后这个时候孙策就和周瑜开始聊了，把自己的计划也告诉他。周瑜这个就答应帮助这个孙策一起共图大事。然后呢，也找了另外2个人，张昭、张宏。张昭也是东吴的一个名士第二天呢，孙策呢就派人去请
张昭和张宏，他们却不肯出来。孙策心里还不高兴，周瑜就说：“你要成大事，必须礼贤下士啊，亲自去拜访啊，亲自去迎接呀。”然后孙策听了以后，就礼贤下士，把他们都请出来了，让他们当了大官啊。再说那边啊，刘繇得到这个报信了，赶快聚众将商议了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派人到牛渚驻扎，他兵少将寡，粮食呢肯定也不多啊，必定不能打持久战。这个时候，帐下有个大将军叫太史慈啊，就说：“我准备出马了。”刘繇那时候觉得太史慈太年轻了，年纪还轻啊，不配当大将。这个时候，太史慈也是一员大将啊，以后的东吴一员大将啊，他很不高兴啊，小看了他呀。这时候，这个张英派了一个叫张英的，带了兵马，就在牛渚安下了这个营寨，然后两边就打起来了。孙策到了，然后没想到这时候一看，哎，怎么营中起火了？无心应战，赶快收兵。孙策就趁势追杀呀。这个张英被打了个大败仗啊，逃到深山里头去了。这一仗呢，孙策大获全胜啊，又接收了投降的兵士4000多人，这下子有上万了，这个将近快上万了啊！突然间呢，这个军师又领着2个壮士来，不断的有人来投靠啊，像滚雪球一样的这2个壮士，一个叫周泰，一个叫蒋钦啊。他们一听说这个他在招纳豪杰啊，都跑过来了。他手下的这个兵啊将啊就越来越多了。孙策第2天他们就进攻了，又要赶快是要领兵拒敌了。孙策想上这个岭，就上山岭啊，看看这个敌人的虚实。张昭劝他不要去，不听，带了程普12个人，12个人就去探听虚实去了，勇气可嘉呀。上了这个山岭以后呢，就居高临下，全都看到了。这时候这些将领都劝他回营，怕什么？看刘繇赶来捉我。这个时候刘繇就得到这个小军的报告了，他就想上去抓呢，但又害怕中计。太史慈就说：“这时候不去，还待何时啊？”太史慈要蹦出来了，他自己就提枪出营啊，说：“有胆怯的就跟我一块来。”然后就跟他可能跟了不少人出来了，飞奔上岭，要去追孙策啊，想立功心切啊。太史慈啊，孙策一回头一看，哎，一个少年将军，一个青年人冲下来了。孙策，哎，正好我们来打一仗看看啊。这个时候他匹马，但是单枪匹马呀，对面10几个人啊，他不知道哪个是孙策，说哪个是孙策呀？要来捉拿孙策，我是太史慈，都是少年将军呐，叫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太史慈就跟孙策就打起来了啊，一个人拿枪，一个人拿这种槊啊。他这个太史慈一想，哎呀，我干脆把他引到这个冷僻的地方啊，这个1对1，说不定我能抓住他，就偷偷的往山里头逃跑，诈败。孙策就追上来了，一拐弯都马跑得快，都看不到了。2个人就到了一处平原的地方，然后2个人就开始打起来了。打了一会儿呢，还是不分胜败呀。太史慈也是求胜心切呀，孙策也是求胜心切，一枪刺过来，太史慈就躲过来，然后2个人就把枪都互相夹住了。2个人一拖一拉，结果都从马上掉下来了，马也都逃跑了。
两个人就变成了肉搏了，贴身肉搏，两个人就互相在打了，战袍都扯得粉碎。然后呢，孙策他背上有那个短戟，就去刺这个太史慈啊。太史慈也急了，把他那个孙策的头盔也拉下来遮挡，贴身肉搏呀，也是个名场面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喊声连天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刘繇来派人来接应太史慈了。孙策这着慌了，自己一个人在这里，肯定打不赢他们10几个人呢。然后就跑了啊，各自归队了。孙策上了马以后，就带着10几个人冲杀到神亭岭下，然后眼看就要被围住了，因为刘繇已经派兵来了，派的大军来了。正在危急时刻啊，周瑜突然带着一支人马来包围来了。这个刘繇一看害怕是伏兵啊，就鸣金收兵了。周瑜也就接着孙策回营去了。周瑜就跟孙策想办法，他们准备绕道，直接打刘繇的老巢啊。孙策一听，挺好，这个主意蛮好。周瑜这个时候也算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啊。周瑜就连夜带着人马去抄刘繇的后路去了。第二天又跟这个太史慈这边要挑战了，两边一个是挑着他的头盔，说你看孙策的头盔都在这儿，就当是脑袋也在这里了。两边开始骂战呀。太史慈还正准备出战，突然有人来报信来了，说他们的老家曲阿的守将陈武已经向周瑜投降了，曲阿已经被占了。刘繇一听啊，老家都被抄了，赶快收兵回营啊！孙策也得到捷报了，他就听了张昭的计策，就不去追了，任他逃跑吧。我们目的主要是为了占领曲阿嘛，他的家人在曲阿。当天深夜啊，孙策还派兵偷偷的去劫营，一声喊，这些刘繇的这些残兵败将纷纷逃跑啊。太史慈呢也独立难当啊，带着几十个人投泾县去了。孙策打了大胜仗啊，赶到曲阿了，跟周瑜就会合了，修整军马，准备追击刘繇。这个第二天，听说这个刘繇又联合了这个叫多荣又想去夺取这个牛渚，他就去救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刘繇的部将于弥也要跟孙策开始挑战了，就打了3个回合啊，这个于弥就不行了，孙策一把就把他活捉了。刘繇的这时候部将一个樊能也冲过来刺向孙策。孙策听到背后有马蹄声，想到肯定有人暗算，一个回马枪啊，还没有回马枪，直接一声大喝，把樊能吓得猛地一跳，从马上撞下来，头破身死，直接就把他吓死了。然后孙策呢，回到自己的这个营寨门旗前，把这个于弥扔下来，没想到这个于弥被他夹死了，夹死了一个将，喝死了一个将，从此大家都称他为小霸王啊。小霸王的英名就打出来了。刘繇的将士一听说这个孙策这么英勇，大半都投降了。那个时候的诸侯的底下的兵啊，动不动就投降，反正打不赢，何必自相残杀呢？是不是？那刘繇他们就逃到豫章去投刘表去了。孙策这个时候又来攻秣陵，这个守将薛礼闭门不敢出战孙策就到了城河边上劝他投降啊。没想到城上射下一支暗箭，正中孙策的左腿，孙策翻身落马，没想到中了暗箭啊。众将就把他救起来了，护送回营了。
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小伤啊，他拔出剑以后上了药就好了。他却心生一计啊，令军士假称主将中箭身死了，引诱敌人出击。因为那边就是不出城嘛。当天晚上全军举哀啊，拔寨退兵。薛礼一听说孙策死了，连夜出城追赶。中计了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就先讲到这里。小霸王孙策还是一个英雄人物啊，他的后事如何，我们下回再来讲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来关注我的频道。